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做这个频道呢，其实很多时候啊，就想开一个盲盒。朋友送来的东西呢，充满了惊喜。那么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拆解的过程呢，学到了知识，同时呢，也作为一个工程师呢，也收获到了喜悦。今天的盲盒呢，就是这个锂电池。那么我们来讲讲这个锂电池呢，会不会死掉？死掉了之后呢，能不能把它给修复了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DJI 的这个无人机的电池，有3块。我们把这个电源呢给插上，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块电池呢是完好的，正在充电。那么我把这个电池拔掉呢，那么这2块电池大家可以看，对吧？没有一块可以充上电。那么这个原因呢，就是据这位朋友说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充电盒呢，它其实可以当 USB 使用的。当你不飞飞机的时候，你把这个电池啊插在这个 USB 盒里面，实际上呢，它是在慢慢的放电。那么最后呢，直到电池放光了以后呢，这电池就死掉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啊，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电池啊为什么会死，然后呢死了之后呢，能否可以把它再恢复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呢进入正题。我们首先呢研究一下这个锂电池为什么会死啊。那么锂电池呢有真死和假死。那么真的死呢，就是说你如果这个锂电池呢都有寿命，如果你充电的次数太多，那它是真死了。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假死。那么像这个朋友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，他把这个电池完好的电池放在这个电池盒里面，因为长时间的不使用，电池的进入了一种休眠或者是假死的状态。那么什么是假死呢？我们知道这个锂电池啊，那么比如说这2节电池就是从这儿里面拆出来的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必须得是 3.85 伏。那么低于 3.85 伏呢，锂电池的特性就是说，如果它的不能维持那个电压的话，它极有可能呢就再也不能充电了。那么遇到了这种情况以后呢，电池再往里面充电的话呢，就会有危险。我们现在的锂电池呢都是智能电池，它上面会报告你还有多少的剩余量。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智能管理，像这个是 Mavic 2的电池，用的是 BQ9003， 那么实际上它是德州仪器的 BQ40Z50 的一个变通。那么在这个智能管理呢，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说，它控制这个 BMS， 我们说这个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这个电池管理系统呢，那么实际上就是用了一个叫 3N1R8，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有2块 3N1R8 MOSFET 的场效应管，这样的话去驱动这里面的这2块电池，这就是电池的大概的结构。那么智能管理呢，在这个德州仪器的这个 BQ40Z50 里面呢，它实际上维持了很多的这个 NVRAM 这种非意识性的这个存储器。这个存储器里面，其中有一个寄存器呢，就叫做 PF Power Failure。Power Failure 这个 flag， 如果它一旦被设置的话呢，电池外面它就认为这个电池死了，就不能充了。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回到了刚才，为什么会 PF 会被设呢？那么就是因为电池的电压呢低于 3.85 伏，低于 3.85 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电池的寿命确实是寿终就寝了，它不能维持 3.85 伏。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不使用。我们下面维修的思路呢也比较清晰了，就是说我们能否可以访问这个 PF 寄存器，并且把这个 PF 寄存器呢在这个非意识性的 NVRAM 里面把它抹除，把它清零。德州仪器的 BQ40Z50 啊，它有一个智能的接口，我们就可以访问这个 SM Bus 来 access 里面的寄存器。访问的方法有很多，一种方法呢，就是可以用我们通用的单片机 Arduino 或者 Raspberry Pi， 通过加载一个 I2C 的 library， 这样呢，通过连线呢，来控制的这个 SM Bus。本视频里面呢，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叫 CP2112， 用这么一个芯片组连通计算机来对它进行控制。那么这张图呢是显示这个德州仪器啊 BQ9003 的一个内部的图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上面呢有是 SMD 和 SMC， 这2个呢就是这个 SM Bus， 而这几个线呢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最多啊可以驱动4节电池。那么在电池的接口里面是什么表现呢？那么就是通过这样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呢在这个边上有一堆 pin， 这个 pin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这个是 SLC clock， 然后右边呢 SDA 是数据线，而中间的这2个蓝色线呢可以是作为 ground 线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几个3根线 SCL clock、SDA 和 ground 呢那么接出来，那么连通到计算机上。
那么下面呢，就简要的讲一下这个 CP2112。CP2112 呢，就在我们面前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非常的简单，它是一个智能的把这个 USB 那么转接到这个 SM bus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方便的从计算机上面直接去访问这个 BQ9003 了。好了，下面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连线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按照这个信号的这个方向啊，把这个连线接好了。那么我们的数据线、clock 线和 D 线呢，都分别接到这个2112的这个 SM bus 上面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在电脑上面呢要下载这个 DJI 的 Battery Killer， 这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被封装的一个控制软件，就是读写它的那个 NVRAM。那么这个软件的地址和下载的 link 呢，我会在视频的下方给大家 post 出来。好了，我们打开这个软件，这个时候啊，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USB 啊给它连接上来了。我们来瞧一瞧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，看会发生什么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连上来了以后，我们在那个进行连接。连接的时候呢，不同的2112呢序列号不一样。我们这个时候是57748最后一个，那么你选择你的相应的序列号，那么连接好。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显示 HID SM bus 啊 success， 其他的不用动。回到这个 log， 我们呢开始呢确认是我们 BQ9003， 然后我们读取这个信息。这个信息呢不能被读取。我们再读一遍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红灯啊，你看亮了一下，它确实是出现了问题。我们这个时候遇到了这个新情况，那么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块电池啊死得太狠了。它死得太狠以后呢，上面的完全的电量都没有，以至于呢，这个 SM bus 啊都不能驱动去读取它上面的信息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能要给它呀加点电。那么之前我们知道这中间的两个管角是电源角，我们只要把电源角和这个 D 呢，我们给它接上电源。这个时候的可调电源呢，我们已经调到了 7.4 伏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负极呢给它呀接上来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已经把这个电源呢给 7.4 伏给供上来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把这个 USB 啊接上。我们这个时候看看呢，我们能否啊正常的驱动我们这个板子。好，听到一声响 ，so far 呢，感觉这个 USB 都是好的。好了，我们回到这个 setting 啊，这个电脑上面，我们这个时候重新呢对它进行连接。那么仍然可以连接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们看看能不能 read。好，大家可以看见没有？这个时候啊，因为加了电以后啊，这个电池的信息呢都已经出来了，所以说这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 cycle count 只有6次，所以这个电池呢是非常的好的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呢就 unseal 这块电池，把这个解封完了以后啊，我们就 clear 这个 power failure flag success， 然后再 clear 2。那么呢，都给它 clear 了 ，reset 了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呢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。我们把这个电池盒拿出来了，我们准备呢对刚才修复的这个电池啊进行这个充电。我们呢把它插进去。好了，看，在经过了一段非常紧张的，没想到啊，大概10秒钟以后，它开始反应，开始进入充电状态。那么显然呢，这个电池啊就这么就修好了。现在呢，它已经进入了安全的充电模式。那么呢，我们先把它搁置一边，让它充一下，充满为止。我们这个时候同样的方法来修复另外一节电池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电池都已经完全的充满了，完全修好了。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 DIY 的视频呢，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呢，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的锂电池如果是假死了以后呢，如何把它进行维修。那么我们的方法呢，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CP2112 呢，那么一个简单的 USB-C 到这个 SM bus 的一个转换器啊，在电脑上面呢，对这个电池里面的智能管理芯片啊进行复位，从而呢让这个电池呢起死回生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其实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的锂电池，包括我们知道 iPhone 呢有时候也会死掉，那么其实呢原理都是一样的，是要找到它的那个智能管理的那个芯片呢，对里面芯片的一些参数呢进行复位。
那么最后重申一下呢，所有的这些电池呢都是在假死的状态。如果你是真正的电池呢，因为使用时间过长而进入了不可充电的状态呢，这么做是非常有危险的。好的，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视频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